这个游乐园竟然开在天上，穿云而过的旋转木马，你想坐吗？快来一起看看这座魔幻的游乐园吧！大雄又在赶暑假作业了，但他一直开小差，因为今天是哆啦 A 梦的生日，所以他想给哆啦 A 梦办个派对。可哆啦 A 梦都快气炸了，因为作业没写完，被骂的还是大雄。哆啦 A 梦拿出道具蛇发女妖，使坏了大雄的腿，让他好好写作业，然后他就骂骂咧咧的走了。可没想到大雄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提前在抽屉藏好了备用口袋，他想用道具完成作业。结果拿出了一只哆啦 A 梦，哆啦 A 梦也早就预判了大雄的预判，他收走了大雄的备用口袋，但大雄发现桌上还遗留了一个道具，他用这玩意儿指了一下橡皮，结果橡皮变成了能涂鸦的笔，他又不小心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结果他顿时变成了眼睛变白的天才小学生。只见他用飞快的速度写画画，碰到了一个问题，天才小学生思考了一下，哆啦 A 梦带着点心进来时，大雄又再次敲到了自己的头，为了不被哆啦 A 梦发现，他偷偷把作业本藏到了抽屉里，作业本砸中了一个在时光隧道中路过的金发女孩，她看见大雄画在作业本上的设计图，十分心动。画面来到22世纪的一个巨大游乐园里，小丑秘书在给社长汇报一种把飞艇和游乐园融合在一起的飞艇游乐园。据说制造者是继承科尼游乐园的小姑娘。咦，这不是刚才的那位吗？社长看中了这个项目，因为这能给他赚取更多的钞票。监控显示，这个飞艇游乐园的目的地是21世纪。不知道这俩小丑要作什么妖了。女孩在拿到大雄的设计图后，用了1年的时间造出了飞艇游乐园。她乘坐时光机再次来到捡到设计图的这天，想把成品带给大雄看看。大雄依然是在赶作业，天空中突然开了个大洞，一个巨大的飞艇游乐园缓缓降落在了大雄家屋顶上。这庞然大物可把他和哆啦 A 梦吓得不轻。女孩进到大雄的房间，直接称大雄是21世纪的天才。她拿出了她捡到的大雄的作业本，可她还没来得及解释状况，大雄妈就生气地冲了上来，让他们把飞艇开走。于是女孩就把飞艇移到了后山。小伙伴们看见这庞然大物，都好奇地跑过去查看。原来这女孩叫做科尼，她甚至以大雄的名字命名了这个飞艇游乐园。只不过大雄错把作业本上的名字写成了犬熊，所以这游乐园叫犬熊游乐园。但大雄对这个作业本没什么印象。哆啦 A 梦解释说，因为大雄当时使用了颠倒针，所以从最笨的笨蛋变成了最棒的天才。但科尼知道这设计图的构思是大雄在用颠倒针之前画的，他认为无论成绩好坏，大雄能让人开心却是货真价实的。大家热热闹闹地开着玩笑。此时小丑秘书在树上暗中观察，他甚至还能不断换脸。随后大家都登上飞艇准备游玩，小丑趁机变成了玩偶，被静香带了上去。这飞艇基本上是自动驾驶，但启动却要完成非常复杂的翻花绳，机器人驾驶员被这玩意儿搞得焦头烂额。但翻花绳是大雄最拿手的，他刷刷2下就启动了飞艇，然后飞艇游乐园就正式起飞开园了。在天空中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非常适合欣赏风景，感受微风。坐着旋转木马在云海中上上下下，这感觉也太梦幻了吧！大家玩得非常开心，除了大雄和小夫。另一边，秘书变成了科尼的样子，去跟驾驶员套话，问了紧急对接舱口在哪里。驾驶员告诉他是在浴缸正下方，然后他就离开了。大雄他们还在继续玩，这里还有云霄飞车。这铜锣烧泳池一看就是为哆啦 A 梦量身打造的，可惜现在没有铜锣烧出来。大雄不太擅长玩这些刺激的东西，玩了一会儿他就瘫了。科尼拿来饮料并告诉他们，其实这里大部分的游乐设施都是他们家游乐园以前的设备，被他按照大雄的设计图改造成了这样。他家的游乐园原本叫做科尼游乐园，是他过世的爸爸妈妈建造的，但游客越来越少，后来不得不关闭了。再次将客人带到这座游乐园是科尼的梦想。大雄听后觉得这座飞艇游乐园应该还叫科尼游乐园才对，因为这里有他爸爸妈妈的回忆啊！而且现在的犬熊游乐园实在太搞笑了，飞艇飞到了山川的上空，这里很适合坏人动手脚。秘书跟社长联系准备开始计划，于是他又变成了胖虎的样子，切断了主电缆，飞艇由自动模式切换到了手动模式。而此时静香正在泡澡，周围突然黑了下来，真正的胖虎还在跟小夫蹦极呢。突然一个
鸭子船从时光洞里冒了出来。秘书打开了飞艇的舱门，让鸭子船咬住舱门。许多小丑机器人涌入了飞艇内部。另一边，大雄他们准备去坐摩天轮，但因为不知道口令和密码，无法启动。设计图上写着，要是飞艇发生了什么意外，摩天轮就会全速转动。只不过大雄自己也忘了口令和密码是什么。哆啦 A 梦想用颠倒针让他变聪明，结果只是头转了过来，着实有点吓人。这时警报响了，驾驶员发出紧急通知，飞艇被人挟持了，小伙伴们也都被抓了。可妮告诉他们，这小丑社长是为了赚钱什么都做的人，在22世纪，他使用卑鄙手段，不让其他游乐场正常运营。可妮游乐园也是因为他才流失了客人，甚至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因为他才会死去。在21世纪，就算社长劫持了飞艇，也不会被警察发现。因此，他瞄准了这个时机过来，想抢走飞艇。大雄坚决不能让科尼游乐园落入那种卑鄙小人的手里。哆啦 A 梦想找哆啦美帮忙，但他却不在。于是他们骑上木马去找紧急电话。话说哆啦 A 梦骑的马腿尤其短。另一边，小夫正在高空求救，大家马不停蹄地冲过去救援，但小夫还是掉了下去。幸好哆啦 A 梦运用道具把他拉住了。可小夫突然变成了胖虎，紧紧勒住了哆啦 A 梦。原来这都是秘书的陷阱。现在所有人都被小丑抓住了。社长告诉他们，自己要得到这个乐园，就是为了赚钱。突然，天空劈下了一道闪电，把社长吓个半死。哆啦 A 梦趁机挣脱了绳索，并给大家松绑。社长被吓哭了，但飞艇也因为雷击失控了。科尼赶紧跑去控制室想办法，但社长拦住了他的去路。科尼怒了，鼓起勇气大吼着，让他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没想到社长竟然害怕打雷。社长哭着要回家，但他没带走那些小丑机器人，机器人全都自发地跳上了他的鸭子船。最后，他的鸭子船因为超载坠机了。另一边，大家伙来到控制室，发现飞艇因为雷击，引擎正在飞速运转，需要启动紧急方案，但只要口令和密码，大雄依然想不起来。飞艇驶出云团后，前面就是一座大山，这样下去，飞艇会迎面跟大山相撞的。科尼让哆啦 A 梦带着大家先逃走，而对他来说，这个游乐园是他的宝物，是他爸爸妈妈留给他的最后的礼物，他无法舍弃，他要留下与飞艇共存亡。但大家伙异口同声的决定要一起留下来想办法。大雄和静香负责翻花绳控制飞艇，小夫和胖虎想办法减缓飞艇的移动速度，哆啦 A 梦和科尼则负责破解口令和密码。3位数的密码，大雄到底设置了什么呢？哆啦 A 梦试了几个都失败了，眼看机会越来越渺茫，科尼非常伤心的哭了，他怪自己没有保护好爸妈留给他的礼物。这时哆啦 A 梦通过礼物这个词想到，这飞艇游乐园是大雄想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立即跑过去试了试，密码果然是他的生日903。照着这个思路，他又破解出口令就是生日快乐。随着生日快乐歌响起，紧急制动模式开启，摩天轮开始飞速转动，甚至转到了飞艇的前面，最后带领飞艇渐渐远离大山。大家终于摆脱了危险，保住了飞艇游乐园。这时哆啦美也回了电话，她马上就会来给哆啦 A 梦过生日啦。科尼看着口令和密码感叹道，大雄一定很喜欢哆啦 A 梦。哆啦 A 梦都害羞的脸红了。事后，大雄把作业本送给了科尼，他们约定好下次要看更加完美的科尼游乐园。最后，铜锣烧游泳池也成功喷出铜锣烧，大家一起在这个梦幻游乐园跟哆啦 A 梦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生日。好了，本期问题，你们想去这个飞艇游乐园吗？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咱们明天见。